海彤笑道：“别说洋洋了，早上我都想窝在被窝里不起来。姐，江城更冷吧？我看朋友圈有不少人发下雪的视频。咱们管城不会下雪，不过北方下了雪，冷空气南下，我们这里也会跟着变冷。管城的气温跌到最低，也就是夜间的8、9度吧，白天还会有10几度的。这样的气温对于北方人来说都不算冷，但对于习惯了热的管城人来说很冷了，帮他多穿2件衣服。幼儿园的冬服不厚的，儿子才3岁多，就不在自己身边了。海玲说不担心那是假的，穿了，姐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洋洋冷着的。姐，你在江城也要注意身体，多穿点，别冷着了。姐又不是小孩子，冷热自知啊。你今天回公司了呀？这几天管城的气温下降，冷了点儿，要不你就先在家里养胎，暂时别回公司，战役养得起你，不需要你上班挣钱养家。海玲自己忙得脚不沾地的，还是想劝妹妹在家里养胎。没事，我们公司也没有多少事情，我就回来坐坐，等会儿去书店。苏南这2天休假，我也让小军休息，不用回店里，我看着店就行，让他们夫妻俩好好的放松放松，免得苏南总是向战印抱怨，他老婆想吃火锅，他都没有时间陪伴。海玲也就是说了2句，妹妹不会因此改变，她也不再说，她过去就是在家里养胎，渐渐的与社会脱节，产后更是重心放在孩子身上，那也不注意保养自己，导致身材走样，胖得过分。妹夫不会像周红林那样，但他那段失败的婚姻始终是妹妹的前车之鉴，妹妹尽量的避免重蹈他的老路，反正妹妹身边时刻都有保镖跟着，也不用担心妹妹会有什么事。孩子在彤彤的肚子里，彤彤比任何人都要爱护着腹中的胎儿，不会让自己累着。还有商小飞帮忙打理公司呢，书店里也没有重活，就是收钱而已，轻松自在。所以海彤那样说了之后，海玲没有再劝妹妹。姐，那凤家现在怎么样了？海彤关心地问着。表面看风平浪静的，姓郑的在事发的那个晚上进了医院，凤家主不让别人去探望，外界不知道郑华伤得如何。我打听到的消息是郑华自宫保婚姻，不离婚，凤若当晚就被赶出了凤家大宅，现在好像住在郑一帆的私人别墅里。这个消息我让人传给凤大少奶奶了，由她出面对付凤若最适合了。海玲过来既是为了在江城发展，也是推动凤家大乱的。凤家越乱，人心越散，她这个上代家主的后人才有机会重新夺权，也要凤家乱了，人心散了，他才能通过凤家的一些老人家嘴里打听到当年的事，替他的外公外婆讨公道。姐要注意安全啊，知道姐不会有事的，你不用担心姐，只要你和洋洋在管城好好的，姐就无后顾之忧。彤彤，等姐闯出来了，以后姐就是你的靠山。海玲始终觉得自己的妹妹在占家，娘家背景不够看不够硬的，妹妹的妯娌们随便一个都是千金小姐，她想变强大，成为妹妹和儿子的靠山，让人知道海彤的娘家也不是没有强人的。海玲会听从大姨的安排来了江城，除了继续追查当年外婆一家人出车祸的真相，还有就是夺回凤家家主之位，无非是想让妹妹的娘家呀也有背景。江城凤家是渐渐没落，好歹也是豪门大族，胜过如今的海家。海家人多，但老家那些极品亲戚不来往好过来往，他们只会拖海彤的后腿。海玲自动将老家的亲戚忽略掉。姐，你一直都是我的靠山，咱们姐妹俩相依为命10几年，姐是我的靠山，我也是姐的靠山。海玲笑，一辈子就姐妹俩人，咱们也不说煽情的话了。你先忙，
姐现在才吃早餐，我也是刚吃完，准备回公司了。那姐先吃早餐，有事随时联系。下午接到洋洋了，让洋洋和你视频。哦，对了，东明哥说他下午去接洋洋，那我省事了。陆东明从江城回来，接洋洋放学的事他抢着去干。姐妹俩结束了通话，海童还拿着手机呢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战一温声问他想什么呢？海童嫣然一笑，想你了。就人的命运也真的好奇怪。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膀上。如今这样的日子，以前做梦都想不到。我也想不到我妈原来是豪门千金，更想不到我竟然会嫁给你。人与人的缘分也很怪，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听你和姐通电话，聊的都是家常，怎么感慨那样深？战印在他的脸上亲了亲。你是先回公司还是去书店？我送你到达后再回公司啦。先回公司吧，现在这个点，学生都上课了，店里也没什么事儿，去了也是闲得拍苍蝇的。现在天气冷，没有苍蝇可拍呢。好，对了，我姐说乔涵昨晚出席宴会的时候，恢复了女人的身份。你们家老三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战印笑了笑，说道：我早就知道。老三昨晚就开心地发信息给我，与我分享这个好消息。老二、老三都有了结果，就看老四和老五什么时候有发展吧。上次有个女孩子去战氏集团想找战一阳的，问到战一晨，战一晨问了弟弟，是不是偷了人家的东西，被人家找上门来，但是战一阳否认了，之后也没有下文。战印是弟弟们不来找他，他就不会多管闲事，管着弟弟们的私事。都是成年人了，也27、8岁的年纪，不是毛头小子，有着独当一面的能力，那自然也有能力处理好他们的私事。哎，奶奶给老四和老五安排的对象是谁啊？哎，哪家千金？是管成人吗？不知道这他们好不好相处。海童对于老四和老五的另一半挺好奇的。战印以为他怕妯娌不好相处，安慰的倒相信奶奶的眼光，奶奶挑选的肯定是明事理的人。海童笑到位，我又不担心他们不好相处，我纯粹就是好奇奶奶给他们选的是什么样的。哦，他就是八卦，倒是不担心妯娌们不好处相处。奶奶的眼光很好，能被奶奶挑中的人品肯定好，就算不好，跟他合不来也无妨呀。大家住在悠悠山庄，也是人均一栋别墅的，不住在一起的合得来就聊得好一点，合不来那就维持着表面的关系就好了。那战印说道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，想来颜值不错吧，毕竟我的那些堂弟们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太难看的，奶奶不会选的。一阳好久没来找过我这个大哥了，也不知道他和他的另一半怎么样，他甚至不知道战一阳的另一半姓什么，又不是他的女人，他去关心那么多做什么？早晚弟弟都会带他们回来见家长的，也不知道奶奶当初看中我什么了。我虽说长得不难看，但我没有背景，与你的现实差距那么大，你又是长子长孙，却给你安排了我，逼着你与我结婚，太难为你了。战印默了默后答道，咱们可能是拜那位大师所赐吧，奶奶最信任那位大师了。大师告诉奶奶，他与海童有一世的夫妻缘分，这辈子他如果错过了海童，会打一辈子的光棍。奶奶最疼他了，怎么可能让他打光棍呀？暗中观察过海童的人品后，觉得海童的为人不错，不就找了机会接近海童，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引诱着海童成为他的妻。唯一的变数大概就是海童着急嫁人吧。奶奶估计是想花上1、2年的时间诱拐海童的，哪曾想几个月的时间，海童就成了他的妻。战印，你后悔吗？海童忽然就仰头问他。
战印一本正经地捏了捏他的脸，说到后悔啊，悔的肠子都变青了。璎珞就遭到他老婆大人的报复，海童捶打他2拳，力道不大的。后悔就离婚呗，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下去呀？战印绷不住了，捉住他的粉拳，笑道：我是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，早点娶你过门。我要是早点娶你过门，咱们在一起的时间又长了点儿。彤彤，我万分珍惜咱们在一起的时间。海童这才缓和了脸色，随即却又红了脸，嗔了他一句，就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就2手紧搂住他的腰肢。以前他说不爱他的话，离婚他爽快得很。现在呢，他爱他，失去他，他会很痛苦的。哎，他害怕失去他，他何尝不是呀？战意拥着他，认真的到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你离婚的。咱们也不要轻易说出离婚2个字，太伤感情。海童恩着，我不说，刚才是他说后悔了，他心里着急也气才会说的。夫妻俩卿卿我我，很快便到了海童和好友们合伙开的蔬菜瓜果公司了。司机停了车，海童拿起自己的包，对丈夫说道：你不用下车了，快回公司吧，苏南休假中，你忙一点，我陪你进去。战印跟着下车，坚持要送妻子进办公室。公司里的员工呢，看到小夫妻，笑着问好。战印又在海童的办公室里逗留了半个小时，才在他老婆的千催万催之下离开了。江城、乔氏集团、乔家大宅以及丰泽酒店还有广元大酒店都有很多娱妓蹲守着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求证乔大少爷是否真的女儿身。乔家老宅那边别墅大门紧闭，娱妓们按响了门铃，是有人出来看了看，但没有让记者们进去。问那个出来看的人，对方又是一问三不知的。乔董夫妻俩的手机依旧处于关机状态，也就乔轩的电话能打通，但是乔轩学聪明了，不是熟识的电话他都不接听。此刻呢，乔涵在回公司的路上，战浩宇陪着他。车子快到乔氏集团的时候，战浩宇那辆车就先超到了前面去。蹲守在公司门口的那些娱妓们看到了熟悉的那辆迈巴赫，一窝蜂就围了上去，逼得战浩宇不得不紧急刹车。众人围堵了战浩宇的车子，才反应过来这辆车不是乔大少爷的，车牌不对，而且乔少一般都带着保镖团，往往会有2辆保镖车跟随着，这是战家三少爷的车子呀。战浩宇按下了车窗，战三少爷，请问你对乔少是女人这件事怎么看？战三少爷，请问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乔少是个女人？昨晚你们一起出席唐家的宴会，战三少爷看到乔少身着女装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虽然还没有带到正主，但带到了战浩宇，众人也赶紧问话。战浩宇是乔少的同性恋人，2个人可能做过点亲密的事情吧。战浩宇是怎么知道乔少是女人的？战浩宇答道：我不知道乔少是不是女人呀，我又没有验证过他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我都不在乎，我爱的是他这个人。不是他的性别，他是女人，我也爱，是男人，我依旧爱。看到他穿女装是什么心情呀？好心情呀。我觉得我家阿涵穿女装特别的好看，美的倾国倾城，她穿西装也很好看，英俊潇洒，俊美非凡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能将我迷得神魂颠倒的。众人一时间哑了口。战浩宇这话说的没有答案呀，乔少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大清早的你们就在这里守着啊？饿不饿？冷不冷呀？战浩宇关心地问着众人，要不要去吃点东西？去对面的早餐店吃点东西吧，我请客，大家尽管放开肚皮来吃，吃饱喝足了才有力气继续守着嘛。不过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守着了，没什么用，
你们又不是第一次认识乔少，他什么性格你们比我知道的早。他乐意说，你们才能知道答案；他不乐意说，你们还能撬开他的嘴巴不成？都散了吧，这座城市那么大，每天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很多值得你们去关注、去采访的新闻。不要老盯着乔少的八卦了。哎，有什么意义？知道她是女人又如何呀？她是男扮女装，与你们又何干？她那都是让我开心而已，就像我当初装女装逗她开心一样。众人觉得战浩宇说的有道理，可是让他们就这样散去，又觉得不甘心。他们只是想要一个答案，想知道乔少为什么要女扮男装，或者是男扮女装的原因。你们不走，就先让条路吧，我要进去，你们继续等吧。乔少还没有来呢，一名记者说道。战三少爷进去也看不到乔少，乔少在我后面呀。他的车队你们没看到吗？你们敢拦的也就是我战浩宇，乔少的车子你们敢这样拦吗？众人一看，乔涵的车队还真的缓缓而来，他们是很想像刚刚围堵战浩宇这样一拥而上去围堵乔少的，但没有一个人行动。战浩宇不是江城的人，哪怕他是战家的三少爷，早晚都要回到管城去啊。而且战三少爷也好说话，所以娱记们并不怕战浩宇。但乔涵是江城的人，他冷漠的性子在江城也是出了名的，得罪了他，这大家在江城都不好混。不过呢，这些人还是想知道一个答案，他们没有一拥而上，却也拦了拦车。乔涵按下了车窗，沉声说道：“1年后大家会有答案的。”说完后，他按上了车窗。1年后，他肯定成了战浩宇的妻子，也有可能会怀孕了。她会大肚子，不就是个女人？也就给了大家答案。自己的私事，乔涵觉得没有必要跟这些娱记们交代清楚。用战浩宇的话说，与他们何干？乔氏集团的安保人员出来，拦住了娱记们。公司大门打开，战浩宇和乔涵的车子一前一后驶进了公司，大门随即关上。娱记们蹲了一个清晨，得到的答案似是而非。那1年后大家会有答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给他们一个答复？说是女的，告诉他们为什么女扮男装不就可以了？要说争权夺位又不是。乔涵就一个弟弟，乔二少爷有能力，但性子有点跳脱，没有乔少这般成熟沉稳，也没有争权夺位的野心。哎，想不明白啊。乔涵不想也懒得回答，就是这样。他只要回答了，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追问他，浪费他的时间，所以他干脆不回答，由着他们去猜测吧。管别人怎么想呢？他过他的日子，照常上班下班，吃饭休息，不会让不相干的人影响他的生活。10分钟后，总裁办公室，战浩宇体贴地端起了乔涵的咖啡杯，对他说道：“阿涵，我帮你煮咖啡。”乔涵没有拦着，还向他道谢：“咱们俩不用那么客气。”战浩宇看他家乔涵，眼神里都是情。他进了小茶水间：“浩宇，我想要杯温开水。”他有点渴了。战浩宇应着好。很快，他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将那杯温开水递给他。他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哎，乔涵好笑的到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老是这样看着我，不认识我了。阿涵，我觉得你帅呆了，真的太帅了。乔涵无语地瞪他一眼，坐了下来，优雅地喝着他的水。滋润过喉咙后，他放下了水杯，边开电脑边说道：“我是男是女是我的事，我不觉得该向他们解释清楚。只要我回答他们一个问题，就会有无数的问题跟着来。那是，但你说1年后啊，他们就会有答案。这1年后是我想的那样吗？”战浩宇含笑问着他。他想到的是1年后，他们已经是合法的夫妻，只要他辛苦耕耘，他肚里就能揣着小小的浩宇。
那个时候他是男是女，不言而喻。乔涵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淡淡的道：你认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嘿嘿，肯定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样子就不言而喻了。我去给你煮咖啡。美滋滋的战三少爷扭身走开，给他心爱的女人煮咖啡了吧？乔涵就嘀咕着，满脑子不正经。想了想，觉得是自己先暗示他的，怨不得。那他平时也就是口头上占他的便宜，行动上还是很尊重他的，不会占他的便宜，除非他愿意给他占便宜，那样他就不客气了，不占个够本，他都不肯饶了他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来，门外的人都不等乔涵应话，就推门进来了，是乔轩。乔轩大步流星地朝姐姐走来，边走边说道：哥，你也太不地道了吧，你要穿女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害得我被骚扰了一个晚上。今天也是无数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，他总不能一直都关机吧？不说那些合作的客户，就是他的那般红颜知己，也从来没有像昨晚和今早这般热情过。一个接一个给他来电，他都要被他们的热情淹没了。干嘛要跟你说呀？乔涵凉凉地回了弟弟一句。乔轩一噎，半晌他说道：我是你亲弟弟啊，异母同胞的亲弟弟，看我被大家骚扰，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，你也不同情同情我。很快他换上了八卦，问着姐姐，我现在是叫你哥还是叫你姐？你穿女装出席宴会，告诉大家你本来就是女人，是不是打算嫁给詹浩宇了？姐，你别太快答应他，让他再追你2-3年，越是得不到的，他越会珍惜。好歹也要他来讨好我这个唯一的小舅子呀，没见过那么嚣张的追求者的，一点都不知道讨好我这个小舅子。姐，你要是恢复女人身份，再多结交几个年轻有为的男人，给詹浩宇一点危机感。哈哈，气死他，急死他。乔涵冲着弟弟眨眼，詹浩宇端着咖啡出来了，他正向弟弟走过来呢。姐，咱们江城优秀的男人还是很多的，你实在没有必要远嫁，我可就你一个姐姐啊，你嫁得那么远，以后我和爸妈想见你一面都难，你回娘家一趟也难，我们过去一趟也难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将来爸妈百年归天时，临终前想见你一面，你还没有跑到，爸妈都走了，那多遗憾呀。给咱们江城的青年才俊一点机会，虽说他们未必有詹浩宇那样的家世，但近呀。詹浩宇不是不好，就是那家伙，我不知道何故，越看他越是不顺眼了。他姐都没有穿过女装给他看，却穿给詹浩宇看，还为了詹浩宇告诉大家她是女人。乔轩有点酸溜溜的，虽然他也希望姐姐恢复女人身份，嫁个好婆家，可真到姐姐准备嫁人时，他又心生不舍了。姐，要不你问问詹浩宇愿不愿意当上门女婿？我真舍不得姐姐远嫁，我就一个姐，爸妈也就姐姐一个女儿，姐就忍心撇下我们，远嫁到管城去吗？那要是詹浩宇不愿意当上门女婿，那就甩了他。以我姐这样的条件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姐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你怎么老是在眨呀眨呀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吹进了你的眼睛？看到姐姐不停地冲自己眨眼，乔轩关心地问着姐姐。乔涵瞪着弟弟，这家伙平时精灵得很，今天却迟钝至极。他干脆起身绕出了办公桌，然后拍了弟弟的手臂一巴掌，再从詹浩宇的手里接过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对詹浩宇说道：浩宇，你不用管乔轩说什么，我又不会听他的。乔轩猛地扭头看，就对上了詹浩宇那双黑沉沉的眸子，在詹浩宇背后说他的坏话，教唆姐姐抛弃詹浩宇，却被詹浩宇听了个正着，怎么补救？詹浩宇都听到了吗？哎，还是只听到了些许。姐姐又不提醒他一下。姐姐提醒了的，是他没有反应过来。
姐姐都向他不停地眨眼了，他还以为姐姐的眼睛怎么了呢？乔轩在心里哀嚎了几声，他今天咋这么笨呀？乔轩，看来你对我意见多多呀。我没有讨好你，你就看我不顺眼是吗？你想让我怎么讨好你？战浩宇拉过一张椅子，坐在了乔轩的身边，长臂一伸，就搭放在乔轩的肩膀上，脸上笑意盈盈的。乔轩宁愿看到他黑着脸，也不想看到他这张笑脸。说说，你想让我怎么讨好你？你说出来，我努力做到。乔轩讪讪的笑，宇哥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哈，我对你没有意见，你对我也挺好的了，不用再讨好我。呵呵。战浩宇呵呵两声，未来的小舅子，你需要喝咖啡吗？哎，要不要我进去帮你倒杯咖啡出来？乔轩，那就给我来一杯吧，就不用加糖加奶，我就要苦咖啡。苦咖啡的味道能提醒他，以后在背后议论人的时候，小心点，别被正主听个正着。战浩宇立即起身就走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未来的小舅子想喝咖啡，我立即安排上。为了我未婚妻，我可得极力的讨好我小舅子才行。”他就看向姐姐，乔涵端着他那杯咖啡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，优雅地品尝着他的咖啡。姐，战浩宇在你办公室里，你也不吱一声。乔轩小声说着姐姐。乔涵无辜的到你一进来就说个不停，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浩宇出来了，我向你眨眼，你都领会不到，还说我眼睛进东西了，就提醒你，你都不知道怪得了谁啊？说他不讨好我，我倒不怕他，就怕他记恨我叫你抛弃他。这家伙平时笑眯眯的，温润如玉，看着很好相处，实际阴险得很。他一状告到爸妈那里去，我都不敢回家了。乔轩后悔自己嘴巴那么多，一进来就跟姐姐胡说八道了一大堆。我建议你最好就是出差一段时间。他刚才还掏出手机录音了，你说的那番话都被他录下来，不用问他也会放给爸妈听的。到时候，别说我没有提醒你，你这么闲，爸妈不带找你催婚，我就不姓乔了。乔轩就知道他是个阴险的，就知道拿爸妈来压我。姐，我出差，我现在就订机票出差，去最远的城市，去个10天半月的再回来。我忽然记起来，咱们的那些分公司没有什么大事情，需要总部的人过去处理的。你想出差，都不知道让你去哪里去做什么呢？乔轩一脸黑，况且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江城是你的根，家在这里，你早晚都要回来。你姐我大概率是嫁给浩宇的了，他以后就是你的姐夫，你除非与我拒绝关系，否则都需要和他打交道。姐，你别吓我了，快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呀？乔涵笑了笑，说道：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你惹怒了他，你去讨好他呗，让他不跟你计较了。姐，我的亲姐啊，你就忍心看着你唯一的弟弟被战浩宇报复吗？放心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他不会整死你的，顶多就是觉得你太闲，嘴巴太多，给你找点事情做做，例如帮着爸妈安排你相亲，监视着你相亲。咱们姐弟俩就相差了10分钟的，你也到了适婚年龄。他刚才那么多嘴做什么呀？说了那么多惹毛战浩宇的话，那个阴险小人居然还用手机录了音。战浩宇很快又端了一杯咖啡出来，宇哥，我来。乔轩一看到阴险小人出来了，立即窜起来，就窜到了战浩宇面前，笑眯眯的从战浩宇的手上接过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了。宇哥，辛苦你了。乔轩现在就像哈巴狗，拼命的向战浩宇摇头摆尾。阿轩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会受宠若惊的。现在该是我讨好你，我要好好的表现，让你满意，免得你教唆你姐另找一个优秀的男人。
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很乐意当上门女婿的，只要你姐肯娶我就行。我在江城也有房子，婚后可以常住在江城，你不用担心爸妈将来百年时来不及看你姐一眼啊。乔轩尴尬地笑着，随即一巴掌打在自己的嘴巴上，对战浩宇说道：“宇哥，是我多嘴，我是胡说八道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说的话你就当是屁给放了吧。”不，你不说，我都不知道我那么差劲呢，不能让我唯一的小舅子满意。阿轩，以后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尽管开口，别人能帮到你的，我也能帮到你的。乔轩真恨不得寻个地洞钻进去。战浩宇说话就是夹枪带棍，打在他身上，他还得陪着笑脸。你们俩到那边去坐着互拍马屁，不要在这里吵着我工作了。乔涵不打算插手，他喝了半杯咖啡后，放下了杯子，对两个大男人说道：“姐，我马上走，不打扰你办公。”乔轩呢，赶紧走到待客区的那张沙发前坐下。那战浩宇也跟着过去，两个人又是互相拍马屁，只是乔轩拍得尴尬至极。好一会儿后，乔轩嘻嘻的笑揽住了战浩宇的肩膀，对战浩宇说道：“宇哥，我其实很欣赏你的，非常认可你。放眼天下能配得起我姐的人，只有你占三少爷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其实是我嫉妒你。我跟我姐当了20-30年的姐弟，但她在我面前一直以哥哥自居的。她从来没有为了我这个弟弟换上过女装，但她却为了你换上了女装，还告诉大家她其实是个女人。所以你不是同性恋啊？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就忍不住嫉妒一下。也是我没用，一直都受到我姐的庇护，被她护了20几年，我有点恋姐情节。想到我姐很快就要嫁给你，我舍不得吗？才会胡说八道。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这种小人计较了哈。我乔轩的姐夫只有你，除了你，就不会有第二个男人的了。宇哥，我听我姐说你刚才用手机录了音，这点小事情你录音做什么呀？把录音删了吧，别让我爸妈听了去。你也知道我爸妈看我不顺眼的，听了你的录音，保证会打爆我的头。我可是你唯一的小舅子呀，宇哥，你就忍心看到我被你老丈人打爆我的头吗？战浩宇偏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乔轩，他没有说话，也不拿开乔轩搭放在他肩膀上的手。不过他掏出了手机，点开了录音，还真的录了乔轩说的那些混账话。乔轩想抢他的手机，被他一巴掌拍开了。宇哥，有话好说嘛，你说，让我怎么做你才肯删了这段录音啊？父母有多欣赏战浩宇，乔轩是清楚的，哪怕他说的那些话并非真心的，就是嘴贱而已，但是让爸妈听到，爸妈还是会揍他一顿的。理由是他要破坏姐姐和战浩宇的感情。战浩宇身子往后靠，视线看向了还真的不管他们俩认真工作的乔涵。乔轩顺着他的视线看向姐姐，然后凑到战浩宇的耳边，小声问着：“你是不是想睡我姐啊？”战浩宇瞪他，却也低声说道：“我是个正人君子，尊重你姐，在未领证结婚之前，我都不会越雷池半步。”乔轩立即朝他竖起大拇指，夸赞的道：“宇哥，你是真男人。哇，你们战家的男儿都是真男人啊！宇哥，我迟钝笨得很，没有我姐那么聪明的。你想让我为我姐做什么事？说个清楚明白的，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，做不到的我也会努力的去做。”战浩宇故意摸了摸他的头，像摸小狗儿似的，笑道：“乔轩，你其实也很聪明，并不输于你姐姐，在公司里也早就能独当一面，不过是有你姐给你撑住，你才能过得那般逍遥自在。但是你姐也是人，也会累的。你看看你都玩了那么多年，是不是也该挑挑重担了？”乔轩，宇哥，你是想让我姐下台吗？也不是让你姐下台，只是想让你姐放假，休息休息。我和你姐虽说是恋人，
但约会的时间极少，更不要说一起度假了。没有多少恋爱过程，以后结了婚，回忆起来，甜蜜度都少了几十分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乔轩明白过来，战浩宇是想让他打理公司，然后让姐姐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。这个嘛，还是可以的。他并非是无能之人，用战浩宇的话说，他就是习惯了躲在姐姐的背后，乐得逍遥自在。宇哥，你想要多长时间啊？怎么着也要10天半月吧，最好就能1-2个月的，太长时间你姐怕是不同意。他呀，习惯了忙碌，真让他长期不上班，他是不习惯的。战浩宇想让乔涵休息休息，但也不能休息太长时间，怕乔涵嫌无聊。毕竟乔涵忙碌惯了，那就半个月吧，让我姐休息半个月。这半个月里，公司里的事情都不用她管，我管了，天塌下来我都撑着，不打扰你们俩度假。有把柄在战浩宇的手里，乔轩没有反抗的能力。战浩宇想了想后，那说到行，那就半个月吧。乔轩又陪着笑脸，那宇哥，录音的事能删了吗？以后你还到处说我的坏话吗？乔轩讪笑着，哪能呀，宇哥，我说了，我就是嫉妒你而已。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，除了你，别人都不适合我姐，我姐也只爱你一个呀。我在别人面前都是夸赞你的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。我在外面真的没有说过你的坏话，还要给你姐介绍江城的青年才俊吗？不介绍了，不介绍了，他们哪能和宇哥你比啊？宇哥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了。哎，真的最好了。战浩宇都笑了，这家伙不治他一治，还真当他战浩宇是纸老虎了。敢挑他和乔涵的感情，等到我和你姐度假回来，我自会删除这段录音，否则我怕你会反悔。战浩宇可没那么傻。乔轩，宇哥，我还是很讲信用的吧，保证不会反悔。你可千万别将那段录音发给我爸妈呀，让他们听到了，他们能扒掉我的皮。我知道你讲信用，但还是保留了证据更好一点。你放心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是不会将录音发给乔叔和阿姨的。不过乔轩，你也真的老大不小了，那若是有喜欢的女孩子就定下来吧，我倒是不担心你娶不到老婆，我只是心疼我的未婚妻，不想看到她为了你的人生大事操心。